my channel. This is Ling Ling. 今天这集主要是要讲 Why I love New York City and would I ever going back. 纽约辛酸血泪史之为什么我离开纽约。对，那今天主要会拍这集的是因为蛮多人就是有私讯问我说，就是想知道纽约的辛酸面啊，然后黑暗面一点，在就是 YouTube 或 Instagram 上有太多纽约光鲜亮丽的地方了。然后我觉得其实确实纽约也是冲击了我很多。我很爱纽约，但它同时就是给了我很多挫败、挫折、心碎、痛苦，所有的感受纽约都让我承受到。我也可以稍微整理一下，就是我过去这2年来在纽约的一些感受。其实我本来就有想到说我应该拍这集会爆哭，对，我们就开始吧。background 的部分，相信看第一集人都有知道，我那时候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因为毅然而然就是决定要去纽约实习，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没有认识的人，没有房子，直接这样搬去了。前面第一集也有说，那时候我就是找了一个1晚$15的 Airbnb， 在 Brooklyn 那边很衰，就是住到 illegal 的 Airbnb。那时候 NYPD 破门完之后，隔天我们大家开始就是离开这个 illegal Airbnb 嘛，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拖着行李，然后就扛着2大箱行李跟我的后背包开始看房子。真的觉得我在人生当中就是非常可怜，那时候还要准备面试，然后我要先去找房子，然后我就无依无靠的。那时候真的觉得天哪，一个地方你 build everything from zero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，不知道哪边会有好房子啊，你不知道去哪边寻找你的资源，就什么时候要自己来。还好是很 lucky 用这个 Roomy app 找到了 Upper West Side 的最后住的 apartment。那个 apartment 的费用1个月是$1200，对，大家都知道纽约的就是 cost 真的是非常高。那其实一部分纽约有让我觉得非常心酸的点，就是它在于就是它的费用真的太高了，全世界最精华都在这个地方。但同时它也是生活费用最高的地方。基本上纽约的 Subway 30天1个月吃到饱是$127，然后公寓$1200，食物大概抓$500就是一个基本，电话费$50。可能想要去探索一些点嘛，然后你有一定会去花门票钱，然后你要想要认识人参加 party 可能也要钱，然后酒钱，打 Uber 回家。But anyway， 另一种加起来就大概大家可以自己可能大概构想一下，就是纽约花费多少，就是 based on 就是 what you wanna do。但你如果想要就是很省的过期也是可以，就是纽约还是有很多便宜的地方，但就主要就是这个 insane living cost 花费高嘛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就要努力开始找工作。这找工作也是一个超大的学问，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是没有经验的，对，就是美国人他们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基本上他们都有很多实习的经验，就是找工作说是非常辛苦，因为就基本上我没有实习的经验，然后又是一个外国人，所以那时候我后来想说 ，OK， 那 fine， 我就是先去找实习累积经验这样子。点就是一个 tricky 点，就是拿的是 OPT 的 visa 嘛，那基本上我那时候工作签证只有1年。所以等于说我要在1年内找到一个公司可以愿意 sponsor 我签证，也不见得是每个公司愿意 sponsor。第一个就是他可能规模要够大，可以去帮我就是申请说，就是愿意花这个钱去告诉美国移民局说，我这个 skill 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。那时候我找到实习就是比较小的公司嘛，那小的公司势必就是比较难帮我去申请签证这个问题。但我那时候为了要增加我的 experience， 我只能先做，对，我就开始event planning and marketing 的 intern 长达半年，对。那半年其实真的是累积非常多经验啦，就是很开心没有错，但就是 unpaid internship so hard。那时候就是当我得知这个intern 是没有薪水的时候呢，说 I need experience， 但是 most of internship is unpaid， 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花我额外的时间去 Chinatown 的珍珠奶茶店打工。我有时候下班后，然后我就会去 Chinatown， 就是打到Grand Street 卖珍奶的一家店，然后开始就是煮珍珠啊，用饮料啊什么的。那时候真的是完全觉得自己就是很 hopeless， 没有办法赚到我该赚到的钱的感觉。但那时候就是觉得 OK， 我要 be patient， 就是我要在努力增加我的 experience。后来就是第2份实习，就是 Midtown 的一间 fashion showroom 当助理。一开始也是从实习做起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被老板 approve 了 ，promote 到 fashion showroom assistant。其实那时候我就有点焦虑了，因为我就觉得 OK， 那时候我在累积经验了嘛，但同时就是我也继续一直在疯狂就是投履历，然后面试，就是一直在找寻任何可以sponsor我签证的公司，但怎么找就是真的找不到。对，后来发现就是真的很难，因为就是 as a foreigner， 然后你没有身份，然后你没有比别人多特别突出，就是你要去怎么证明自己。就我也很想证明我自己啊，但就是很难。但我当时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赶快让自己有身份才可以留在纽约。
后来那时候我就得知了，就是有一个签证叫做 O1 Visa，所谓的就是艺术家签证，就是 for 特殊人才。有些人啊，可能他是摄影师嘛、画家嘛，或者是你有特殊专长的人会去申请这个 O1 签证。那时候在做的是 fashion marketing 跟 PR 部分，或许我会有机会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申请 O1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找一家lawyer 去咨询。就那时候我就是听完 lawyer 嘛，很冲动，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努力证明自己，我可以。我的能力跟我的就是 experience， 还有我的所有 portfolio 是可以让我留在纽约，直接义无反顾的，就是去申请这个签证，非常痛苦的一段生活。对，就是我就记得那时候疯狂的准备我的资料啊，别人帮我写推荐信啊，然后找一些 employee 可不可以看，就是帮我写一下未来就是聘用我的一些合约书，然后才可以让移民局知道说，其实我之后是有人想要聘用我的。每天就是都在担心资料不够这件事，做了什么样的作品集，我帮我曾经那间公司做了什么，然后我帮什么人做有些 credit 的事情，然后可能哪些人是我所帮过的人是有 influence enough 的人去可以证明说我做的事情是有 influence 这块的。光是找这些资料，其实我真的是快崩溃了。每天睡觉的时候醒来，我是生活就是超没重心，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在纽约那种心情。我自己搞的就是心力憔悴，我那时候就才想说我要奋斗到最后一刻，对，我要奋斗到最后一刻，然后最后就是那个签证也是没有上这样子。那如果对 O1 Visa 有兴趣的人呢，我之后可以再拍一集讲，就是整个申请的细部流程，对，但最后我申请的是没有上，移民局也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 not influencing enough， 对，然后也让我就重重的挫败了，因为我为了这个签证期基本上花了我快将近有半年的时间，得知签证没有过的那天晚上，我还记得印象很深，就是跟我男朋友在 Washington Square Park 打开那个手机，然后看那个 message 说就是Unfortunately your O1 visa got rejected。当下真的是就是所有就是全部冲击上来，就是我所有准备的就是一切，然后不管是资料啊，然后金钱啊，然后行李啊，就是那时候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觉得真的很对不起我妈妈，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就觉得我太冲动，就是太心急想要留在美国，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后来才意识到说，其实自己能力根本就是还不够待在那个地方。对，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得知签证没有过之后，我就是每天就是在公司的那个 mental breakdown，就是我以前就是刚到纽约的时候会非常兴奋，但就是跟跳舞朋友出去跳舞嘛，探索一些新的就是 vintage store 啊、shopping 啊、看新的展览啊，会想探索很多，做很多事情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签证的事情之后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动力出门，因为觉得说我不能再留在这个地方。那时候真的太快乐，因为就是我有就是跳舞圈嘛，跳舞圈的朋友，跟男朋友也很顺利，有休息的工作，然后就是差这个签证。我后来就是觉得说，干嘛再硬留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人，有些人会就是可能还会想说没关系，找不到工作嘛，他就先念书，可能看要先念 master， 还是先念个什么学校，先让自己留在纽约，再慢慢继续找一些 sponsor， 就是自己身份的公司或工作。但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说，就是真的没有办法，纽约就是一个地方，就是 you either make it or not make it，that's it。你要选择继续在那边去 challenge yourself。或者是直接就是挫败，然后就是整个 lost 在那时候就是完全典型，就是 I got lost，I lost， 我失去了所有，就是我的那些花所有的心力，就是这样全部就败在这个签证被拒绝后，那隔一个月我就直接订了机票，就要回台湾。对，那时候最痛苦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要跟这个地方啊，然后 apartment 啊，跳舞朋友啊，然后男朋友就是暂时先分开。那时候真的是超难接受，但是我同时又告诉自己说。我是时候该回台湾就充电，然后把自己的就是 skill 再培养起来。对，很多人常会说你还会回纽约吗？就是我当然想回纽约啊，就是怎么可能不会想回纽约？但那么 amazing 的地方，我需要让自己 fully ready。我希望我下次回到纽约的时候，我是完全就是 officially 就是可以有能力找到工作啊，更找到我自己的时候，我觉得会再回去的。那今天会拍这集，最后我就觉得。还是回归到一个点 ，Is no plan really the best plan？ 是我其实搬到纽约的时候，我是 no plan 的时候搬过去的。后来回想起来，会觉得说，如果当初就是我的计划再更神秘一点，就是可能我
大学之后或许是不是先念 MBA 会比较好吧，或者是可能先专攻了我的科系比较好找工作，可能 either engineer 或 mathematics、business 或 marketing 这种就是商科，就是很难跟美国当地 competitive，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就是人脉，然后加上那时候我又没什么人脉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经历，这也是蛮值得思考的问题，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很常就直接说话就直接去做某些事情了，但纽约这个旅程就是让我很常会就是觉得说 "Is no plan really the best plan"， 很难说啊，每件事都有正反面。那我觉得纽约这2年的经验，也就是让我就是 become who I am right now。然后我也非常 appreciate 就是纽约这2年就是给我的所有就是经历，我真的也因此变了很多，不管是我的想法上啊，然后 perspective 跟就是看事情的一些角度，我觉得纽约就是让我就是 kind of 就是 rebrand myself。对，期待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回纽约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，我会觉得说天哪 ，I'm so proud of myself。我会觉得至少我尽全力的，我失败了但没关系，it's okay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之后会继续再可能分享纽约的实习的 detail。那今天这里主要是 focus 在辛酸血泪史部分，那可以希望大家就是有感，你对纽约有什么想法呢？在下面告诉我。OK，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大概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故事的话呢，请帮我下面按赞，帮我订阅，然后我们下次见，拜。